有点偏向机器人。我也是偏向机器人，如果遇到机器人就好了。哎呦，也是巨深。我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刚刚理了一下这个表格出来，我们可以发起一个，比如说机器人陪我过一天，就打开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主题。想到一起了，我完全赞同这个想法。我刚才你看，我刚才这么写的：生活场景、空间、24小时时间、时空之间虚拟的幻象被人工智能具象为现实，我们就可以沿着这样的一个主线来走。哇，他们真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那个脉络，然后一步一步的来的，结构化。而且他俩能够匹配上，对，这个效率就高了。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如果让你用英语简单的跟别人采访，你 OK 吗 ？OK。那我觉得我们有个点，就是我们可以，我知道，就找几个外国人，毕竟他是一个市。对。哇，他终于想起来用英语了。对呀，国际视角。前面的同学一定是有非常优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明天我们穿搭上也要穿的颜色要像一点。好。我们要考虑到，如果说现场没有能让我们采访的人，我们该怎么撑下来？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加一个和专家逛展区的部分？可以，非常好。我们一定要最大的能力吸引住观众的目光。我们的主线就是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智能终端展区的实际应用。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是想开头和结尾。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琳琅满目组合。人工智能在以下哪个垂类方面你最信任？可以，这个可以吧？咱们就把这个线条捋顺。就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底本，上点深度的东西，就是落点落到人，以人为本。呜呼！中间一度我感觉都可以直接投票了，就他们两个队长组，这俩人太可怕了，效率太高了。真不一定，真不一定吗？真不一定，因为其实现场的魅力就在于现场有特别多你意料不到的事情，所以你前面准备的结构越严密，你到现场遇到的挑战越大。没有尊重流动性。对，就是说子琪如果去，一定是最佳直播主持人，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视角，就是我就带你逛逛，我感兴趣啥，估计也是你感兴趣的吧？对啊，就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视角。观众的嘴替。弹幕老爷要看哪儿啊？我带你们去。对，弹幕老爷说去哪儿？我们去下一个展厅逛逛。对。但思文跟庞征确实带给人的那种压迫感是很强的哈。庞征思文他们叫分文必争，怎么样？那就 CP 名了。CP 名，分文必争。哦，是这样的哈。哎，如果志胜你在现场，像刚才几位的话，你要是要选搭档，你会优先选谁？我想选林蔚。什么林蔚？选搭档，工作搭档。对呀，那不然选什么呀？那不然选什么？你会选林蔚呢？怎么在你那儿林蔚已经超过周野了吗？没有吗？不能吧？这个事儿你都知道呀，哥哥。这能不知道？这了解的有点多，感觉。哥哥，你功课做的太多了。我还用做功课吗？往我这咔咔推，我这。Hello， 大家好，我是周野。哎呦，这个就是周野吗？实质上，这个就是周野吗？实质上，周野没来之前，天天听人念叨你的名字，你知道吗？你说说看，你会选谁？选周野。选搭档的话，我可能会选雨佳吧。要选雨佳？为什么？因为我发现雨佳是一个很青春、很阳光，然后也在很活泼的一个人。我觉得在现场，他那种跟人的那种交流感和亲近感，以及他带来的那种活力，就特别适合在那种大会上来展示，来作为一个出行记者。因为那个会上我感觉就人会很多，就是很端正的在那里的话，我害怕会显得跟着整个会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我担心哈，我这不专业。林蔚也青春，也有活力啊。对呀，林蔚这笑容多甜啊。对啊。林蔚当然也很好了。人家不愿意跟你组队呢。但我不会选杨超越。我才不要跟徐志拜一组呢，听着就不好。志拜，杨落后，要你超越。但我觉得志胜刚才说的理由还蛮充分的，就是雨佳她的那个整个气质风格呀，
然后那种外向、张力、对甜美，确实很像周也。对，什么呀？所以这个选择理由非常充分。俊霖如果在现场的话，你肯定会选子泰。你抛开室友身份，你认真讲，如果是真的做直播的话，你会选谁？哇，真的做直播的话，哇，好难选啊！其实这种感觉。我其实觉得，如果要按照这个专业上来说的话，真的，那个林蔚老师还真的还挺专业的，因为他还有经济学的这个背景，可能有学科背景，对，有学科背景，然后有这个留学的经验，然后可能在这种世界性的大会上面也会有一些你说的很对，因为他们如果碰到外国专家的话，无缝衔接的采访就能跟上了。这个时候双语在世界级大会上确实是有优势的。几位在选的时候，我其实也在想，选搭档可能有哪几个要考量的部分，或者最终会促使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因为今天其实场上也有很多有做过主持人的工作，或者有做过嘉宾主持的工作。在我们平时的真实的工作实践当中，我们选搭档是怎么选的？有没有一两个就是你心目中最理想的那种完美搭档？全林老师有吗？如果您真的要出去做一个采访，像这样的直播环境，我的真实的工作状况是我从来不选搭档。单兵作战。我可以接受跟任何人搭档，但我从不选择搭档。为啥呢？你自己如果有选人的话，那不是会更？就是因为其实直播是一个最终不是由2个主持人呈现的节目，它是由整个直播团队呈现的节目。然后你作为主持人来说，其实你已经有很高的话语权了，你还选搭档。那么导演的创作度在哪儿？摄像的创作度在哪儿？他们认为谁是更适合这个节目的？从他们的角度会怎么看？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是不选搭档的，我只等着被分配搭档。百搭就是我历史上唯一选过的搭档是只有撒贝宁。我上大学的时候拍电视剧，我是女主角，我选的男主角就是撒贝宁。演员搭档。我们在北大的时候拍过一个电视剧，对。其实也没关系，每个假期我们都可以横穿整个美国，也挺浪漫的。哎，怎么就我一个人说话？你怎么不说话？让蛋糕给噎住了呀？所以您跟萨老师有过感情戏？对，不巧是有的。然后我选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个矮，我不用垫苹果馅。按这个逻辑，子琪再也无法被选上当男主角，这么大高个。我可以垫苹果馅。OK 了，他们刚才各自已经这个配对已经就绪了，接下来直播前的踩点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们要看一看基本的路线、基本的结构，包括现场的情况跟他们的预设是不是有差别。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直播踩点过程当中有哪些趣事发生，一起来看。8点。好早。8点就来了，挺早。华为用中国芯片支撑了上亿的模型运转。天哪，已经有词儿了。我已经开始准备装法了。可以进吗？魏魏老师，我们的稿子。OK。我问的一样，只是措辞不一样。然后深度就落点。顾妹，我们通知了啊。好，来了。你还好吗？还好。我今天早上我实在起不来，您叫了我2遍，我当时我就说好，没事。朋友们，我带了西瓜霜和补妆的东西，你们如果开播前需要的话，可以来找我拿。这是干粮。谢谢师姐。哇，这也太好了。我再提醒一下大家，所有要带上的东西，你们自己可能会用到的稿子、纸、笔，你自己单独准备的道具，再想想还差什么。那个计分板要不要拿一下？带着吧。准备好了，跟我走吧。好，走了，走吧，朋友们。开始压力山大了。稳稳的，放心吧。快点儿，说几分。我跟你说，出去在外面时间一定要有概念。他东西拿完了没有啊？怎么？就这个事情，我们平时我跟凯旋我们可以亲和，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在外面一定要有时间观念，特别是在直播的时候。东西都带齐了，你啥都不拿，就拿你的吃的。
啥都不拿，就拿吃的。不是在里面装着。不好意思，误会你了。下去吧，下去吧，下去吧。哟，又0克101 MP。其实跟你们俩分到一起，我还挺开心的。是吗？我觉得有种特别的缘分。小冯弟弟和韵玲妹妹，这正好是我的名字拆开来。对，我们就不要叫琳琅满目了，我们叫冯琳组合。冯琳组合呀。琳琅满目这个名字取得挺好的。我看你们衣服也搭配过了，是不是商量过的？对，昨天有 OOTD 一下，蛮好蛮好的。就小黄鸭组合。我想在车上稍微缓一下，家人们，完了，感觉需要靠车上这点时间松弛一下。幸好这车坐的还比较舒服。太早了，8点肯定都是。一晚上准备这么多专业内容，对，基本上没怎么睡，我感觉。你们已经找好嘉宾了。王玉，我昨天找这个嘉宾，我快疯了。他买了黄牛票啊，才买进来的。整个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全爆满，买不到1点票。对，2手平台炒到1000多块钱，然后就费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哇，那你很棒哎！我觉得这么短时间内既能找到人，又能搞定票，真的太厉害了，太强了。支持，事宜支持，很棒，很棒，很棒。但还是提醒大家不要购买黄牛票，去正规途径购买票。好，你做的对。我们到喽。哇！天哪！哇，7万平！哇，这个好大！哇，我已经觉得很大了。好多人啊！哇，好多人！我来，中了，走吧。来，我们先汇合一下，来这里集合。然后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进口嘛，然后进口之后，我们正对着左手边就是 H1，然后右手边就是 H2了，这是1楼。踩点。然后上电梯2楼就是 H3。哇，这人如此之多，这直播难度太大了。是，这走位就，妈呀！你能不能在定点的时间能到，这个就巨大要求。H3比较大，所以到时候会分为左右。3个小时我感觉都看不完。对。说实话，就是分布到不同的展馆，对于他们的表现的难易程度还是有挺大的差别的。比如说 H3是机器人灵巧手，就是全是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天生的就是让人很想看，对吧？现在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格斗大赛啊，机器人马拉松啊，机器人上春晚啊，它就是一个播放量很高的东西。然后 H2是智能驾驶智慧城市，其实智能驾驶智慧城市是还可以的。H1好像应该是以大模型还有基础设施为主的吧？对，不太好展现。我觉得肯定最热闹的就显然是 H3。H3好拍呀。然后从现在开始就是大家的准备时间了。好，先做功课，然后我们到一个时间点进行选择，然后你们就撒欢儿，自由开始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那我们就走了。好的，拜拜，师姐。好，拜拜，拜拜，拜拜。我们看一下他们往哪儿走。这个里边你最想做哪个？我也想做 H3呀。H3的左右两边其实他们都应该有很有意思的地方。可以。但是你像这种就是，选题先天的可能就比别人弱势一点。这样，我们先从，我觉得我们现在时间够，对，我们小赌一下。就人家不选 H3，我们就从 H3来开始做，做完以后我们再做 H2，H1我们不管了，对吧？对，我觉得这个思路你觉得 OK 吗？他们第3组对不对？第3组，那我觉得大概率可以这么赌一下。对他们大概率会落在那个就行业的，就人工智能与行业结合的那部分。我觉得可以，没问题。要不这样，我们先整体先逛完，然后记录一下，我们再回头看。也可以。对。H3是机器人吧？我觉得机器人很有可能会被选掉。我也觉得他们肯定会把机器人选走。那倒还不如明天到现场我再去看。是的，是的。先看 H3，走吧，有备无患。先上去吧，去找一下那个人，他要走了。
其实如果我们想吸睛的话，我们就选那个人形机器人。哦，那就是 H3是吧？都是想选人形机器人。拳击那个就是宇树科技，它在4。然后贤长智能是可以给你做夏日饮品的，也在4。银河通用是机器人化身便利店员，也在4。H3右，那我们其实就定了，对吧？嗯。走。云深处。好，我们直接去2楼吧。我比较青睐的几个，一个是这个傅立叶，前提是我们能选着右边。对，我也喜欢这个傅立叶。对。就是如果要做工业的那个零售抓取类的话，就是银河通用，然后再下来宇树就是博眼球的格斗打拳。目标清晰。他们把 H3选完，所有人都没有去 H2。对，我们先去 H2看看吧，走吧。他们压中了 H2，可以中了。我们应该是在旁边。哎，云深处，这不在这儿吗？云深处，快，这边。你好，想问一下孟总是哪位？孟源是吗？您是哪里啊？我们是那个刚刚昨天联系过的上海电视台的，这个是您吗？我看他把不是这个，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您联系就好了。好呀。那我们就是大概12点。就给您踩一下点。我昨天跟他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你们是要问什么内容呢？可以把内容先发给我们看看吗？因为我们是要不要接受采访，首先要看看内容的。不，我们的采访问题不会特别的刁钻啊，因为我们是想带领就是观众朋友们深度体验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大会的好玩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它的科普性不用特别强，主要是好玩。我们的产品众多不是好玩，我们产品更多是在行业的应用上。我知道，实用性上，对，就是实用性上进行一些了解。是这样的，因为你们是直播嘛，我还个人建议你，当然，我们把提纲练一下，对，提纲练一下，简单的问题练一下，好的。或者您现在可不可以就是对我们有一些亮点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也可以。我们亮点就是因为这次我们的展会是搭了2个区域，一个是您看叫行业应用展示区，这个展示区里我们是真实还原了我们电力巡检的真实场景的，这是一个大亮点。其实您刚刚介绍人就特别好。对，这个才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是一个直播嘛，其实也特别简单，就是一个一镜到底，就是一个镜头，不会特别复杂。好的，对。你们那个名字起的也很有诗意，云深处出自那个唐诗。对。我加你个微信好不好？好，谢谢啊，走吧。哎，他们这组沟通的还是挺顺畅的。就是他这种确实亲和力特别强。对。还要找一下那个最重要的。语数是吧？语数找一下。就在旁边，语数。对，就在旁边。但语数太火爆了。天，走不成。语数人太多了，我的天哪！挤都挤不进去。这怎么弄的？我们刚好有这个，我们伴随着这个音乐来跳一段舞，好不好？我觉得肯定最热闹的就显然是 H3，那 H3 他们的难度就是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语数的展台挤满了人，里3层外3层。是啊，我今天看拳击区域，全是人。哎呦，这个直播难度太大了。这太火爆了。我跟他联系上了。语数吗？对，我跟语数联系上了。他可以给我们开绿车。我靠，语数也能联系上。可以的。嚯，林卫真的人脉。哇塞，有东西，这个真的有东西。我自己找到的吗？对，因为我们不是之前在金融工作嘛，然后这些上市公司都有，就是都会找老师认识一下这样。哦哟，你看，我说这个经济学背景还是，对呀。我们去联系一下吧。走，我们直接过去，因为我看到那工作人员在那儿。啊，你好，老师，是这里，我们是那个陈总推荐过来的。你听听，陈总都出来了。想跟咱们做一个直播，是你们进来自己介绍的。对，然后如果咱们有同事一起，那就太好了，就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对，1点半是有一个擂台赛，你们1点20过来就好了。明白，没问题。你们提前联系了几个啊？联系蛮多的。哇，可以。你好，我是这边的 PR， 需要我支持吗？就是我们是昨天联系过的，然后我们12点半到1点半有一个直播。好的。我们一会儿来找您。谢谢，拜拜。谢谢。你好，我们是那个昌总推荐过来的。可以。哇，林卫这太强了，昌总推荐过来的。哇。然后您有什么亮点想展示的吗？我们也可以记下来。加个微信呗。好嘞。名片。这个是我的名片，您会存。哦，你好。我们是李总推荐过来的。李总又来了。
会先把我们的一个新闻通稿拿给你。太好了，太感谢了，谢谢谢谢。哦，你好你好，我们是林总推荐过来的。林总，你这林总的总啊！想做一个小的直播。可以。对。傅立叶也敲定了。我的天哪！辛苦了，严老师，感谢你的救急。全当人生体验。哦，还有嘉宾到了现场，还有嘉宾，你看，人嘉宾进来也没买黄牛票。我姐是人脉王，确实是人脉王，太广了。这个经济学这个背景真的太猛了。我感觉联系人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你知道吗？还要去敲定啊，什么约定啊什么的。但这是核心能力啊！对，太厉害了。你到这么专业的展会，不能靠都自己懂吗？你不就得联系专业的人吗？这个太厉害了，林蔚太厉害了，我要选林蔚。我觉得开场和结束，我们还是设计一个开场的落点，还有结束的落点。如果对方选的也是 H3，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就是这边，我猜，我们就另一边好了。我们昨天理出来的思路不是从个人生活到工业效率到情感陪伴吗？然后是一天24小时为主题，对不对？然后第一个个人生活，其实我们就可以从国地中心，正好国地中心其实在整个场馆的中间，然后人也比较多。然后那个场馆也很大，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开场的话，机器相对来说好摆一点。这个方向结束之后，从个人生活不是要到工业生活场景吗？就是你要上班了，那就介入到一个机器的分拣，其实就是这里智源。因为智源的话，它就是有流水线的分解，然后它有一些这个拍出来也会好看。对，我觉得里面还可以插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养老。你的养老可以插在这里，健康监测和情感陪伴。他们的那个是有设计感的。那我们的策略是这样，我们先去到我们预设的第一个点，然后在第一个点的附近，如果我没有看到好的，我们直接用一张白纸给它记下来，然后我们从第一个点往外进行生发。但是我们的主线我们是不乱的，可以吗？ OK， 那就这样，就是在框架和节奏布局上，我完全信任你。然后在每一个分支的内容和它的技术细节上，你可以信任我。好，走吧，走，干活。哎呀呀呀呀呀！这个也太猛了，这是双剑合璧呀！他俩对于这个整个全局的把控太清晰了。但是前面杨林蔚他们七总下天山，七总下天山不好说谁强。先走的时候卡一下时间。哦，还卡时间吗？是得卡。国地在这儿。哎，老师您好，看新闻的。我们之前了解这边有一些什么拳击啊，还有什么爆米花的制作，就感觉互动性、趣味性这个可视化都很明显。其实趣味性不强。趣味性不强，因为我们关注的可能不是一些商务的，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整个人形机器人的共性技术，比如说数据。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数据是有效的数据？什么数据高质量数据？仿真合成数据跟真机数据是一个什么映射关系？这个是我们研究的。你讲的特别好，待会儿能不能就是也像我们这样，就是再交流一下，介绍一下，可以吗？哎呀，这个情绪价值给的谈妥了。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加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踩点来加。哎，老师您好，看到你们这边就是打麻将这个题材，我觉得很新颖，很有趣。麻将机器人，这在成都的卖爆吧？然后到时候我们能不能在1点半到2点半这个区间过来拍一拍？可以的，没问题，我们记下。加下那个联系，我们加下您联系方式。老师，就你了。很简单的，这是我们其实是串这整个馆，然后这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环节，因为我觉得情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你了，好不好？那我们要不排练一下？可以啊，可以啊。好，那是提前跟您联系啊。好。放轻松，老师，简单的很。庞征在就是人脉在啊，对，咱没人脉，现场挖人脉。现科，社交，临时社交。临时社交能力真的强。就是我们想要有一些好玩的、有趣的、可视化，像这种互动性强的，能不能帮我们推荐一下？这里他这边会有这个安排。好，谢谢。放轻松，没事的。你讲得很好，很轻松的，放心吧。好的。好，那我们到时候联系哈。好的，拜拜。拜拜。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同类型里面已经找到了相对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我们其实就不
需要再去把同类型的都看完，对不对？有一个点是，你要找这个同类型里，一是最极致的，二是在操作方面最好的。就比如同样是摇操抓东西，如果你能操纵它抓东西，它的表现力相对来说比这个要强的。好，这个是我们可以简单的扫一眼。快11点喽。这个互动的话，路过的时候其实可以带一下。路过的时候带一下，因为反正咱们要往下走。OK， 我们再看一下这家吧。从画面上来说，这个更直观。这儿其实是有更多不同，对不规则的。哎，他俩真有经验。对，庞征3年直播，然后他又做了那么多的展会的一镜到底的直播，他们俩配合起来真的天衣无缝啊。数据采集，我们实现了一个全身的一个零延时的摇操。这个也是在业内是最高的一个水平，延时可以做到30毫秒以内。就是这一款，可以注意它一个细节，零延时意味着它不会因为把这儿摆到这儿，手没有及时放开而把这个那个积木给推倒，这就是它为什么能把那种接触面非常小的立方体竖在这儿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讲一下，它可以链接到具体的细节，就是可以直接它放在工业上和医学上精准度是有可信任度的。你说对了，哇！旁边小哥插不上话，人家都笑了，连专业人士都笑了。哎呦，小哥说您到咱们这儿来做工作介绍吧，这太棒了。这个明显相对来说就更集成，因为这个我们摆在这儿拍它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生活的场景，咱们最后的升华也可以用得到。哇，这两个真的强，太牛了。那边有王总、苍总，这边纯强啊！我天，还得是你。我觉得这个效果很好哎，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你想，而且它就是把生活生产，你全方面它都给它包括进来了，就很多点能说。它直接解放的，就可以把家庭主妇从家庭里解放出来，让她去做更多有个人价值的串起来了。可以的，没问题的。然后待会儿我们上去之后，就把路线再走一遍，然后把负责人揪出来。然后把每一个点的分配搞清楚，把开场白结束语确定好，完事儿了。吃点东西补充体力，思路明确，目标清晰，没问题的。那个我说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南方电网公司，我们先去南方电网公司看一下。还有那个领克是吧？在这儿，我们等一会儿再来。我们先去南方电网沟通一下基建的人选，好吧？好。您好，我们是那个看看新闻平台的记者，然后我们下午会进行一个4个小时的直播。啊？对，然后在2点半到3点半，我们会主要在这个场馆跟大家进行采访互动。对，到时候我会来找您。我们可能想让观众去实际的感受一下。亲自的体验吗？就是先体验完了跟你通过他的体验来让观众们知道我们本身的一些核心技术和核心亮点。对，这个可以啊，我可以先聊一下。没问题，好的，那这样我加您的微信吗？我加吧，因为我要来，这样更方便点。我重点放在就是这个展区里面所有的有关于体验类的，然后你这部分可能交流、交谈、采访、提问，没问题。一开始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开场，然后可能比如说在播了10分钟、15分钟以后，我会开始想这些东西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我是想的是开场，在咱们这个场开场，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跟旁边那个机器人先有一个互动。实际生活现在是在一些展厅上做一些讲解，营业厅上。它就是可以跟着你走，然后跟着你问答和讲解和体验。我觉得这个不是基础设施，我们换一个。不是，我得做引入，这个不会是我得理我的内容，对。瑜伽好可爱，我这引入着急了。因为我也是通过一个讲解员的一个形式，所以我想开场就是以它来开场。谢谢您。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李佳，基建这块就说一个是吗？腾讯展区好有意思呀。腾讯展区很好玩的。腾讯展区太棒了。很好玩的，里头有一个那个3D 的新的大模型发布，就是你一句话就能够变成一张那个动态你可漫游的图。世界那个叫什么世界图景生成。那个可视化多好啊！对，那拍出来都棒。然后话题延展度也好。对。就比如说你原来那些美术设计老师是不是就会失业了？就你好多话可以聊。我还想再找几个就是像这种很具象化的体验的内容。
那我们在3天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机场周围的场景的建模。哦，3天时间就可以。请问这个画上画的是什么东西？我不是让他解答具体的问题。明白。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内容？我觉得够了，这个展厅我们这几个点够了。我是想把这个展厅做的时间久一点。然后这边是我想体验一下。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吧，现在找智慧城市好不好？我是觉得还是扣制造。那制造可以。对，还是扣制造。他们思路好像有一点差别。而且我们要逛其他展区吗？我觉得其实 H1也应该逛一下。我们确定能选到 H2吗？如果说选不到呢，2个小时准备哪够啊？你先把制造定了。我的意思是你先选 H1，确定展台。我觉得展台很好确定，因为它主题不一样。为什么很好确定呢？就是我们现场去确定，对，我来这里，然后你们先弄。先去吧，赶紧去，朋友们。俩人要吵起来，俩人。您好，我想问一下，我们是那个东方卫视那个飞汉先客户端的，就是记者有采访，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整个我们这次布展的一个亮点在哪里？亮点我们是提交给主办单位的，这个我们不方便是吗？不方便，因为我们对外公司有这个采访规定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采访的。哦，好。但我觉得他这个状态很难，就是撬动别人那个。对，亲和力，就刚才说的，你第一时间跟人说话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就不要试探，你不确定的试探别人，人家就说不行。但是你很确定，很笃定说，就这样的，人家就会松动。您好，我是那个看看新闻的，下午会在这个展台有一个直播。这2款主要是工业场景的，主要是用在工厂、物流，所以它其实属于制造类的，对，高端制造。高端制造，哦，太好了。你看雨佳这样，他就是说话掷地有声，就是你的那个交流欲强不强？如果不强，别人就直接拒绝了。是，而且那个气场、包容度也，这真是一个玄学啊！这个，因为有的时候你强势的时候，有些人他莫名其妙就被你带动了。我现在在这边，你在哪儿？哎，王玉，来吧，我跟他们的经济对接好了。好的。我们先模拟采访吧。可以。然后呢，那今天我就来到了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是 H2展区，这个展区主要展现的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在我们不同行业，在我们不同行业的一些领域的一些应用。那今天我有一个搭档，他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是吧？你说我同事。好，我同事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要回答他的3个问题。说实话，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但是我做了提前的准备。不是，别说3个问题，然后回答一些问题。你让我先说吗？雨佳崩溃了。但是，对付这样性格的人，这个好用的，好用，不内耗。对，对，我及时就反馈给你，我不喜欢你打断我。你让我先说吗？然后对，回答问题。然后呢，所以我也是有备而来。然后呢，那最后我就穿上，我就会说，那我身上这个到底是干嘛的呢？然后请这位老师来给我讲讲，然后我就会跟他有互动。然后互动完了之后，我们就往下一个点位走吧。走。我总觉得玉哥就像心里面在一直想着，玉哥脑海中也过了100句话了，但是玉哥有点紧绷哈。科技加之于人生，就是那一瞬间的事情，它可能并不是一个长效的，说是让你在慢慢的长河中去体验，而是它可能经过了很多的变化、很多的历练、很多的磨练，最终呈现于我们人本身是很还是太不口语了。就我觉得你尽量口语，但是你的尽量口语，我就是有一个。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怕新闻，因为你本身非常新闻，所以说你用这个来破掉它，你就开始玩，你就嗨一点。玉哥有很多评论类的内容，但有点。玉哥是主持界的丁太升，我看。玉哥，你要不要把你的内容也过一过？玉哥，他老盯着别人干啥？对。我说实话，我现在突然觉得，前面的内容咱俩一起来。不要改了，不要再改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不是，不要再改了，不要再改了。就我觉得你把它做强，不要改了。就我觉得我怎么做你都会觉得有问题。